公子，你醉了。我没醉，清醒不对。公子，我扶您回去休息吧。崔公子醉了，扶公子去客房休息。公子且慢。崔公子，既来之则安之，何必这么急着走呢？你们这待客之道，未免太过隆重些了吧？今日若留不下公子，我便交不了差，只好杀了这和氏，向主公交代。行，我可以留下，但你必须放他走。请公子放心，像公子这样的贵宾留在我们并州做客，怕是崔家军上下都不会放心。自然要放这位何娘子回去，向崔将军好好分说分说，免得误会。公子快走，莫要理睬这无信小人。好，崔公子真是情深意重，爱惜美人呐！请公子放心，这里的门窗屋顶皆嵌有金刚，安全无虞，绝不容许有刺客来犯。牢房叫牢房，还说得那么好听。怎么，这遍地锦绣，它怎么就不是绮罗香了？且慢，多备些热水来。我们公子素性爱洁，我要侍奉公子沐浴。行，我马上命人送上香汤。再多备些厚毡，以防我们公子在沐浴时透风受寒。若是我们家公子在你这并州城有半分不是，我崔家大军必定踏平你这并州。厚毡，给你拿。可以沐浴了。好。不定有人。
哎，水温正好，不如我们一起洗吧。等一下，好了，现在可以说话了。笑什么？我笑，我们第一次见面，好像也跟现在差不多。是啊，你不知道那时候你有多凶，上来就要打架。胡说八道，明明是你先跟我动的手。胡说八道！不抢我珠子，我动手干嘛？什么珠子？哦，就那个破袋子，我早扔了。干嘛？难道皇孙此时此刻还想跟我动手啊？哎呀，说正事吧，你有什么打算啊？什么打算啊？当然是先想法子回趟崔家军，再来救公子你了。真的吗？你回到崔家军之后，还会来救公子我吗？嗯？你干嘛啊？看什么？皇孙此头颅可知无数城池，我怎么会舍得不回来救你呢？哼，你可真会说话，我好喜欢啊！太喜欢了！想不到这崔公子真是个怜香惜玉之人呢！啊，泡个澡还能洗出这种风情来。属下已经命人在那儿盯住了，只不过那何氏女着实是个机敏之人。她不仅用后毡遮住了门窗，还用厚雾把地板内的窃听用的铜管给堵住了，怕是咱们的人呐，听不到什么有用的东西。无法无法。想不到这个崔公子居然还有闲情逸致、鸳鸯戏水，说明他果然不是寻常之人。崔虽只有这一子，却可第10子，有趣，有趣。干嘛？我想问你一句话，问什么呀？你还没有告诉我你名字。你不是知道我姓何吗？你们家公子平时怎么叫你啊？你问这个做什么呀？我当然是怕在韩丽面前露馅啊，我总不能叫你何氏女吧？你不愿意说，我就随便给你取一个。你能给我取什么好名字啊？以你的德行，肯定是要给我起什么阿猫阿狗的破名字。你还别说，你挺像阿猫的。你叫我阿锦吧。哼，又想拿假名字来糊弄我，我才不叫。不如我帮你取一个，叫阿道。
或者阿轸也行。为什么是阿道啊？或者阿轸？自己猜哦。阿道，阿轸。你是不是在笑话我啊？2次假扮有孕的娘子，一次肚子里面塞着稻草，一次塞着枕头。我哪敢啊！那我的身世来历你都知道的一清二楚，我不过问你的名字而已，你都不肯说。我担心韩立起杀仙，要是我被杀了，连你叫什么名字都不知道，那岂不是很可惜？哼，好凶！我叫阿莹，是我阿娘给我取的乳名。阿莹，阿莹，这名字真好听。去那边看看，哎，请等一下。这儿还有，来，大哥，看，兵器收起来啊！兄弟们，新兵器怎么样？没受伤吧？没事，给他。哎，小裴将军，有个事俺不明白，能不能请教你？嗨，客气，说。哎，怎么稀里糊涂，镇西军就从望州撤出来？怎么又稀里糊涂，俺们又跟着小裴将军你一块又打回望州了？哼，这事儿啊，我和石七郎他商量过，如果说是敌人势大，那咱们就不能死守望州了，只有佯装撤退，然后在望州城中埋下暗桩，之后在他们的军粮还有饮水中投毒，然后传播消息，动摇军心，伤其根本，最后咱们在里应外合，重新夺回望州。原来是这样，自然是兵不厌诈了，有道理，是不是长耳？那走进城。好，走。云长将军那边一直无消息传来，不知现下他和太孙如何？没有消息就是最好的消息。去看看江氏吧。太孙，今时并非往日，还是不要再如此称呼了。是，萧妃娘娘。这几日身子如何？妾觉得还好，只是日夜担忧。不要忧心，我今日来就是要告诉你，我已经想到法子了，不过还要等些日子，才能悄悄送你出宫。娘娘大恩，妾没齿难忘。快起来，你腹中怀的是太子的骨血，我自然要想法子保你周全。娘娘，此处不宜久留。我走了，有何事，你知道怎么找慎娘。是。
公子，公子，桃子回来了。公子，可是有校尉的消息？是我和陈醒发现了校尉最新留下的记号，他进了韩立府。韩立府？校尉进韩立府必是有所谋。我也试过要潜入其中，可是守卫森严，我怕打草惊蛇，就退了出来。我先回来报信，陈醒留在并州城等待接应校尉。另外密报得知，孙敬遣来的使节也到了并州，据说是给韩立送赏赐来的，带来2大箱东西，还有12个金甲卫士。韩立这个奸猾小人，一直都试图左右逢源，各方都不得罪。桃子，你拿着信旗乔装进城，把这个信旗交给陈醒，让陈醒以崔家军使节的名义，好好见见韩立。切记，一定要见机行事，最好能够利用上孙敬派来的使节。若是韩立敢硬扣这人，那就要问问他，看看我们的大军答应不答应。这是今日新斋的话。主公说公子是个雅人，亦应衣食起居，切莫怠慢公子。这特意命我送上这些花来，供公子赏玩。多谢，真是用心了。不过你们家主公为何言而无信呢？当时明明说如果我束手就擒的话，便放了他，为何不信守承诺？公子您这样说，可就错怪我们家主公了。我们家主公说了，公子您身娇体贵，再说我们这府上的下人都是些粗人，笨手笨脚，怕怠慢公子。这位何娘子是公子身边贴心贴意之人，留她在这儿，自然便能侍候好公子。哼，你可真会说话。公子请便，在下就不打扰了。哎，不许动！你还挺悠哉啊。反正被困在这儿，闲着也是闲着。跟我来一局怎么样？好啊，那得有彩头才好玩。彩头？那这样吧，如果我赢了，你就把你头上的发簪给我，当抵我的珠子。那你要是输了呢？输了你就少分我一半粮食。谁说过要给你粮啊？主公，崔公子到了。公子真是娇宠美人呐！今日欢宴一堂，韩某何其有幸。崔公子，这位是大都督遣来的使节。久闻崔公子风采过人，今日一见，名不虚传。见过公子，崔家军现有数万人已在并州城外，任凭公子差遣。韩公留客不让我出城，这样吧，你回去告诉领军，让他们尽管杀进来，好让大家都见识我们崔家军的厉害。崔公子误会了，城外风餐露宿，哪里有像我府中这般安逸的？
韩某只不过是想留崔公子在府中多住几日罢了。崔公子且宽心，大都督若是知晓崔公子在并州做客，定会让韩公派人好生护送公子入京。西长京是何等繁华之地，崔公子定会乐不思蜀。还疼吗？我代大都督邀崔公子入京，崔公子如此目中无人，是看不起我们大都督吗？息怒，息怒！崔公子爱美人，不过少年心性。我可是大都督的使节，是同大都督出巡，你这般傲慢，是想谋反？阶下息怒，你有所不知吧？此何氏女，乃崔公子心爱之人。既然如此，那就让这位何氏女入京献舞，为大都督祝寿。阶下此话何意？可是羞辱我崔家军。他脚伤了，跳不了。今日不如由我替他为大都督献上一曲剑气舞。妙哉！哈哈哈哈！不意今日竟有如此眼福啊！来人，上剑！不必了，借韩公佩剑一用即可。崔公子有所不知，韩某这把剑乃君子佩剑，未曾开封啊。无妨，我不过是舞剑，又不是杀人。哈哈哈哈哈哈！公子说话风趣得很。哈哈哈哈哈！公子替我舞剑，我来抚琴唱歌，为公子伴奏。美人果然不负公子之恩呐！公子，请。深茶的永久，我的思如雪。
测试！原璧归赵。崔公子这段剑气舞跳得真是酣畅淋漓，动人心魄呀！韩公盛情，能替韩公排忧解难，故其所愿也。如今大都督的使节已知晓公子在此，坚请相见。公子，如若这次落到了大都督手里，只怕是难以脱身。只盼公子大军在外，使节也是有所忌惮罢了。韩公的雅意我们知道了，不过你们家主公也太狡猾了，自己不愿意出手，反倒将这难题丢给我们。公子说笑了。我们杀了孙敬的使节，你就放我们走？我若是待韩公假意承诺，未免诓骗了公子。但公子若是杀了使节，何娘子可以回去？至于公子，还请在府上盘桓几日，待崔家大军退出60里外，定奉公子还营。韩公，欢宴虽好，终有聚散。这回你是不是该信守承诺，让他走了？自然，自然。你这伤，回去之后一定要找大夫仔细看一下，别落下病根。嗯。走吧，我送你。谢谢。你的彩头。哎呀，你说我这大好头颅，他若是没有了，也不知道会不会有人为我哭。我可不会哭啊。阿莹，公子，你脚怎么了？没事儿没事儿，一点小伤而已，不碍事的。你簪子呢？当时慌乱，不小心丢了，就没去找。可惜了，这是你从小带到大的心爱之物。不过没关系，我再给你捻制一根。没关系，公子，丢了就丢了吧。是不是累了？我们回去好好歇歇。我呀，命人做了一桌的菜，都是你爱吃的。走。校尉的簪子去哪了？我怎么知道？我去的时候，校尉的簪子就已经不见了。你撒谎！那根簪子可是校尉的母亲留给他的，他就算弄丢了自己的性命，也不会丢了那根簪子。你是不是跟校尉一起隐瞒什么了？哎，没有，真丢了。校尉可懊恼了，是我拦着校尉不让他回去找的，太危险了。我信你才怪！
让我来看看你的伤怎么样了。哎呀，不碍事的，我都已经上好药了，包扎好了。行吧。不过后面几天咱们还要继续上药，不然留下病根可就不好了。好，都听你的。对了，桃子，这一次我见到了那个皇孙李逆，就是之前在山寨中你想一箭射死的那个人。是他呀？你之前不是跟我说那个李逆应该是镇西军的幌子，8成是个一无是处的草包吗？之前倒是我想错了，这个人精明厉害，十分能干，还特别聪明，倒是我们呀不能掉以轻心了。真没想到这李家居然有这么出色的子弟，之前倒是从未听闻。再厉害又怎么样，比得上咱们校尉聪明能干？就你嘴甜，我不在的时候你又吃什么了？他们做的猪肘子给我吃。好，我就知道你是个豁达的人。今天我带了好酒，喝2杯。这酒真香啊！韩公的佳酿怎能不香？有道理。传令，攻城！咱们这次打仗啊，是骑马冲锋，比上次打望州还带劲。老三，你骑过马吗？我骑马那会儿，你还玩泥巴呢你。拿下并州，冲！冲！小的这就派人去打探，快去！是。来，咱们呢，先把这杯酒干了。以前都有得罪，往后啊，还要多多请教。请。好酒。我说兄弟啊，咱们也是相处多日了，可谓是相见恨晚呐。只是我不清楚，你这姓谁名谁，家住何方，又是因为怎样的机缘成了崔公子的伴读啊？来，说来听听。哎，这个嘛，说来就话长了，须得再等等才能细说。哦，这何以还要再等一等啊？现在可以告诉你了，我叫李逆，排行17，先帝之孙，辽王之子，镇西军主帅，平叛天下，杀尽逆贼，记住了吗？校尉，怎么样？并州守军一战即溃，有些残军弃城逃往建州，余下的大多降了。目下正在清剿俘虏、粮草、印信等诸多要紧事务。擒住韩立没有？韩立见势不对，在亲卫拼死护卫之下逃走。不过属下已经命人四处搜检，城门已闭，他定然还未逃出并州城。听着，一定要在镇西军之前拿下韩立。是。
吕先生，吕先生不知道为什么昏迷了。吕先生，听这个音乐。十七郎，这次我真的带了很多人来。韩立呢？抓到没有？我跟崔家有个约定，谁先抓到韩立，并州就归谁。两军一交战，韩立就跑了。啊，不过老包已经去追了。走，捉那老狐狸去。陈庆。校尉，车中并无韩立。果然狡诈。秋翠，没事的，咱们楼下不是有家丁守着呢吗？任谁都闯不进来。小姐，我听人说破城的军队会四处劫掠，无恶不作，家丁们拦得住他们吗？如若拦得住，那自然平安无事；如若拦不住，此时害怕又有何意呢？都怪三小姐在相爷面前挑拨，小姐这才不得不自请到并州祭祖。要不是因为三小姐，咱们怎么会到这并州来？又怎么会身陷险境？秋翠，不要乱说。三姐说的对，父亲有6个女儿，唯有我，自幼既不聪慧，又无一技之长。如果再不勤勉些，岂不更是一无是处了？那是三小姐胡说，小姐您千万别往心里去。孙大都督要用父亲为相，父亲坚决不允，因此蒙难入狱。京中各大士族，哪个不暗赞父亲有气节？如今父亲好容易出狱，却不得离京。我可以替父亲回并州祭祖，是我的福分。小姐这般，何时才有出头之日啊？如今连府中那些下人都敢给小姐脸色瞧。主公放心，追兵已经被那辆马车引开了。府中有什么藏身之处？壮士竟然光天化日之下闯入民宅，何不也自行搜检呢？韩公一世英雄，小姐，如今竟躲入闺阁之中，丢不丢人啊？韩公，这么挟持个弱女子，未免落了下场吧？激将法不管用，你既然是崔公子的伴读，如今并州城破，镇西军势大，既然崔公子对你视如婢女，你不如投靠镇西军。韩公已然都到了此田地了，还不忘惦记着我的前程，实在不枉与韩公相识一场，也不枉韩公对我青言有加。对你青言有加，又如何？难不成你能放老夫一马？韩公误会了，我感激你都来不及，又怎会为难于你？只是这城中都说韩公擅长经营，资产亿万。我如今被崔家所弃，两手空空，还望韩公能够体谅一二，给予方便。拿出来！这些珠宝价值连城，你不如拿了去投靠镇西军。小姐，你别过来啊！小姐，过来，我掐死他！小姐，小姐，小姐，
姑娘，多有得罪。多谢公子相救。别动啊！哼！小伟，要不要动手抢人？愿赌服输，我是输不起这口气的人吗？小姐没事吧？小姐，快点，过来！沈新郎，终于抓到这只老狐狸了。喂，你们崔家军来晚了，韩立是我们的了。恭喜李皇孙。既然李皇孙已经抓到了韩立，那我们跟你的约定，自然是算数的。这并州城，就归你们镇西军了。承让承让。韩立被镇西军抓住了，按照前约，这并州城归他们了。什么？你何时跟镇西军做过这种约定啊？这怎么成啊？何校尉，你为何不早说？此事他早就禀明于我，是我让他这么做的。哦，镇西军缺粮缺得厉害，这件事情我早就禀明过公子。只要一入城，就派人把粮草清空搬走。此刻，就算镇西军得了并州城，他们仍旧没有粮食。原来如此。我有一事想要劳烦兄长。阿林，这是要派我上阵了。都是自家人，何谈劳烦？你是义军之主帅，吩咐便是。如今我大军入城，镇西军另有所图，不可不防。我想劳烦兄长率军驻扎城外，若是城中出了事，你在城外也好策应，以防万一。驻扎城外啊？阿林做此决定，定有你的道理。我这就率军出城扎营。辛苦兄长。都是自家人，客气什么？知道你不喜欢他，所以我就把他打发到城外去了。多谢公子，我就说怎么没有看到阿树呢？原来一早公子就把阿树派到城外，准备盯着崔离了。知我者，阿莹也。喝茶，给你倒。有种再说一次。行，尼尔贝，我就再说一遍，你们崔家军马上交出无理挪寇的粮草，全部推出城外。我们镇西军乃是天子宽和仁义之师，看在咱们同为天子秦王的份上，就让你们在并州城休整一晚，再离开，怎么样？我们镇西军够仗义了吧？并州城是我们打下来的，粮食先入城者可得。虽然我们与你们有约在先，但也是你们占了并州城，凭什么让我们把粮草给你们？以为拍桌子，老子就打你们！并州城是我们两军一起打下来的，没有我们镇西军，韩立早跑回建州，反攻并州了。你真敢说？我说了，还我粮草！你再说一次！你是真二倍还是假二倍啊？若不是我们率军攻城，你没有时间抓韩立。还我们粮草，滚出并州城！虎符不在韩立身上，继续找。是。让你虎崽子，让你胳膊的！他们在翻查韩立府，角角落落都没放过。那你敢打我？去你的！滚出并州！看来虎符并不在韩立身上。哎，对面那个崔公子在战场是威名赫赫，谁知见了真人，却是一个弱不禁风的公子，人不可貌相。不就是个小白脸吗？敢说老子攻城没出力？老子出力的时候，你还在吃奶呢！有本事打一架！来，怕你就跪死！来看老子怎么收拾你，兔崽子！老伯，这是我一大早托人买的，都是你喜欢吃。谢谢公子。
下去的。好吃。打哪儿呢你？我帮你擦擦。住手！我饿了，先吃饭。吃饭？我不饿呀。我说我饿了。哼！小伟，那位李皇孙可是捡到了你丢的那根簪子，真没想到，堂堂皇孙镇西军统帅，这么爱贪小便宜，捡了别人东西不还，竟然堂而皇之的插自己头上，太无耻了！我去给你要回来。喂，别多事了，大局为重。何校尉的簪子不是说丢了吗？为何会在李念那里？是何校尉送给他的。哟，缝袍子呢？我来帮你。得了吧，缝的还没有我好呢。上次缝你自己那个烂袜子，针脚长得跟蜈蚣一样。问你个事儿啊，我听说你让顾小姐穿男装，随咱们大军一起走是吗？是啊，人家一个人带着一个丫鬟，想回京都，千里迢迢四处打仗，没准就把命丢在路上了。与其这样，不如跟着我们大军一起走。第一次啊，我第一次看到你这么怜香惜玉。你是不是不打仗就会闲得变成街边碎嘴的老太太？哎呀，不是。我是真觉得这个顾小姐不错，配得上你，配得上。原来是你看上人家顾小姐了。我照说，我跟裴大将军写一封信替你求亲。哎，不是，这胡扯什么呢？明明是你好不好？破天荒了，让一个女流之辈在咱们大军当中，现在还和我东拉西扯的。女流之辈怎么了？你看人家崔家的何校尉，机敏狡黠，善于用兵，胜过世间不少男子。哎，我听你这话的意思，你看上的不是那个顾小姐，而是那个何校尉吧？胡说八道！哼，我胡说八道。你留在客栈的风车，我给你取回来了，快给我看看。哎，不过校尉，就这么一只风车，你怎么还巴巴的留在客栈柜台上，又特意让我去取回来？你看，这不过就是市面上卖的小玩意儿，既不精细也不值钱。哦，还破了，留着干什么？破了，啊，你看，交给掌柜的时候明明还好好的，一定是没有给我好好仔细保管。这也来了，不是这么弄的，小心被面条伤到手。我来吧。这种粗活不适合你。
好了，明天晚上一起去看灯会。你不用主持大局吗？那无聊的差事，我早就推给别人了。你呢？要陪崔公子吗？不用啊。那说定了啊。嗯，说定了。小伟，你把风车修好了？是啊。小伟，咱们晚上一起去看灯会吧。晚上我还有事，就不去了。是要陪公子去主持灯会吗？众目睽睽坐在灯棚底下，让人议论，我才不去呢。那小伟有什么事吗？我是怕那个镇西军会另有计划，我得去探探他们到底有什么动作。好，那我陪你一起去，给你做个帮手。不用了。你去帮我看好镇西军的那个谢长耳，这个人不但是李逆的亲信，还能听风辨物，你可得把他看牢了，不能让他有机会暗中行事。哎，我说耳朵啊，你怎么愁眉苦脸的啊？明天晚上七夕灯会，十七郎下令当众斩杀韩立，为镇西军立威。是啊，十七郎让咱们布置的不都安排好了吗？可是他让我引走桃子姑娘，不让她跟着何校尉，这是为何？既然是有人不想让桃子跟着何校尉，自然是有人想跟着何校尉啊。你就照十七郎说的做吧。可是我如何才能引走桃子姑娘？把她打晕。他又会下毒，心眼又多，我真要跟他动手的话，我不是他对手啊。我说你啊，就是个榆木脑袋，你把桃子姑娘约出来看灯会不就得了吗？哎，给，好好想想吧。桃子姑娘，桃子姑娘，今天七夕灯会，不如我们一道赏灯。你为什么邀我一起看灯啊？因为今天就我一个人，其他人都有事。我看桃子姑娘你也是一个人，不如我们就一道。所以你是闲极无聊才邀我一起的啦？不是桃子姑娘，我没那个意思。哎，算了，你就当我没说吧。站住！你想邀我看灯就邀我一起，来了你又说算了，你拿我当什么了？不是桃子姑娘，我答应你了。啊？晚上一起看灯啊？哦，谢谢桃子姑娘。不用谢，毕竟也省去了我的麻烦。什么麻烦？小心！今天怎么想起来这样打扮啊？太好看了！为了出来看一看，当然是要换身装束了，这样才好降低别人的防范之心啊！真高明。走吧，去办正事。
真美，我差点没认出来。请。你选吧。哎，加这个吧。好嘞。付钱。你喜欢风车啊？那倒也不是，不过我们家校尉有个风车，插在书架上，他每天看到那个风车，心情就可好了。上一回风车坏了，他还不肯扔，特意精心修补好的。但这个风车也不贵啊，才2文一个。啊，就是嘛。我也是同他这么说的，我说要不然我陪你买一个新的吧，但是他说我不懂，说什么风车不能自己买，要别人送的才有趣。所以刚才我看到那个人，我就想，我也一定要别人送我一个。我倒是要看看，别人送的风车到底是哪里有趣呢？所以你才要我花钱给你买？给本姑娘买风车。你应该觉得很荣幸吧？荣幸荣幸。不过这别人给买的风车，到底哪里有趣？我怎么看不出来？这里可真美啊！劳兰关的星星比这里要大很多，也要低很多。半夜躺在沙漠上，天黑的像丝绒一样，好似一伸手就可以摘到星星。在我们平凉有一望无际的草原，小的时候，爹爹带我出去打猎，有的时候我在马背上睡着了，醒来一睁开眼睛，看到天上的星星。一颗一颗的，就像快要掉下来的糖粉一样。我从小在京中长大，自从学会骑马之后，我便经常独自一人驰马去乐游原。乐游原是京中名胜之地，它的地势奇高，站在那儿，可以俯瞰整个京都。万树鸣蝉，隔岸红，乐游原上有西风。西河自衬鱼泉素，不放斜阳更向东。原来你喜欢这首啊，可我喜欢另一首。等等，我知道你喜欢哪一首。什么？离离原上草，一岁一枯荣。野火烧不尽，春风吹又生。是不是这首？你怎么知道我喜欢这一首啊？知己知彼，百战不殆。因为我知道李皇孙是这样的人，所以我就知道你会喜欢这首。何校尉可真厉害啊！知己，我喜欢。胡说，我又没说过我是你的知己。我又没说你说了你是我知己。哎，我的裙子怎么都湿了？糟了，穿漏水。
子裴将军莅临七夕灯会，令并州蓬荜生辉。老朽斗胆，请二位为七夕许愿灯赐字，请。我们先写吧，来，把灯拿上来。好字，好寓意。哎，小裴将军，咱们就写些实在的，就写啊，都娶上娘子，都拿上来吧。哎，咱们镇西军上下都是光棍，简直一支光棍军，连这个愿望都不给许啊！风调雨顺，风调雨顺，哎呀，这要是在劳兰关啊，生这么一堆火，必然要烤一只黄羊，烤得油滋滋的，别提有多香了。小的时候，阿娘也经常在火堆里面给我烤芋头吃。那下一次有机会我烤给你吃。说的我都有点饿了。走，带你吃东西去。这馄饨味道还真不错啊！谢谢小娘子啊，这是我家自己调的骨汤，因此啊，这滋味十分不错的。店家啊，今晚生意可好？哎呀，这会儿没多少人啊，所有人都挤去看斩韩立了，杀头啊，杀的还是那个原来威风凛凛在并州城的韩公呢。嘿嘿。公子，都已安排妥当。时辰到，杀韩立，聚河山。救主公！走。哎，两位，看看我们家护腕吧，这可是上好的水牛皮啊！嘿，我老婆子一针一线缝出来的，嘿嘿，3层皮特别结实。公子啊，您是习射之人吧？带上它再合适不过了。还不错。小娘子，给你夫君买一个吧。哎，我都帮你修好了风车，你是不是应该送我一样东西啊？他不是我夫婿。啊？这明明很相配，难道是我看错了？店家，刚才那位公子在问什么？嗨，护腕问了又不买，哎呀，不知道在想什么。哎。看来皇孙算无一策，另行安排了一场大戏啊！何校尉，你这么一夸我，我总觉得我计划还不够周密。蓝河水18弯，1弯就是那银松滩，银松滩里鱼儿。石七郎，石七郎，哎呦，石七郎，石七郎，怎么弄成这样？
没事。石七郎，怎么样？该杀的杀，该抓的抓，一个不落。东西呢？老黄，拿出来。护符啊，可是俺找到，就在这儿。就在这儿呢。这些人，他们也太笨了，连引蛇出洞都不懂。不是他们笨，那是石七郎太聪明，太笨，太聪明，太笨，太聪明。东西找不见了。哎，你不是放怀里了吗？你刚说要借虎符消杀气，你快找找，放哪儿了？哎，老二是不是在你这儿？没有。既然你们崔家军螳螂捕蝉，黄雀在后，也不必藏着掖着了。陈醒。虎符，你快就在这儿！快叫出来！快！喂，小娘子，你不是皇孙的爱妾吗？不是要和石七郎私奔吗？你虽然是崔家军的人，但不是身在曹营心在汉吗？现在怎么反倒过来帮这个小白脸坑咱们呢？就是说清楚，怎么回事？胡说八道！你们小两口闹别扭，也不至于闹这么大吧？闭嘴！李皇孙，你这是何意？如何说我的下属是你的爱妾？你又怎么能如此？放任他们侮辱我崔家军？哎，他可是自己说的，他亲口跟俺们说他是皇孙的爱妾，还要跟俺们石七郎私奔呢。他怎么会帮你这个小白脸？阿英，公子，当时在山寨遇险，我才假借皇孙家眷的身份，这帮人不明就里，才如此误会。侯校尉，借一步说话。我们走吧，不要跟他废话。公子，我很快就回来。你怎么猜到的？这几日你的人把韩府几乎翻了个遍，我就知道，你虽然抓到了韩立，但是没有找到虎符。所以你就不再费力气搜虎符？韩立这个人多疑狡诈，既然没有随身携带，又把韩府整个翻了个遍也没有找到，那他肯定就是放到了自己最信任的亲信身上。而你散布出消息，今夜在假意要杀了韩立，以此来引诱韩立残部出来救人。你这一招引蛇出洞，确实不错。而你呢，只需要盯着我的人，就可以螳螂捕蝉，黄雀在后。没错。那我还有一事不解啊！你答应我共邀七夕，是为了同我赏灯啊，还是为了亲自盯着我，以免我发现你暗中有安排？那你呢？主动约我出来，到底是为了跟我一起游船，还是不放心我，怕我有所察觉，会坏了你的事啊？彼此，彼此。承让，承让。小伟，这可是我新研制的麻药，喏，已经涂在剑上了，你试试。我看看。小姐，当时皇孙救你的时候，就那么把袍子解下来往你身上一披，他动作真是太潇洒了，我在楼上都看呆了。皇孙答应咱们追随在他身边，咱们以后再也不用担惊受怕了。多亏有皇孙。小姐，你说皇孙会喜欢这个庇护案吗？他定然是会喜欢的。我只加了一点点麻药，就已经见过何校尉。顾小姐多礼了。何校尉这一身劲装，真是英气好看啊。小姐，皇孙让咱们穿男装随大军而行，我看何校尉这身装扮甚是好看。小姐何不向何校尉请教，照着样子检查一身？多嘴。何校尉是军中历练出来的气魄，所以英气勃勃，洒脱好看。我要是也穿上这一身，只不过是画虎类犬罢了。无妨，我的衣裳都是桃子帮忙打点的。你没有穿惯男装，
不知道他们其实袖子这个地方做的很是大，还有肩颈处做的也很是扩大。市面上买回来的男装都需要改过才行的。桃子，回头把咱们做过的图样送到顾小姐房中去吧。好。如此，多谢何校尉了。顾小姐客气。哎，是这件衣服吧？哎呦，这可真是买大了，不好剪裁的。不是，这是皇孙借给我们小姐的衣服，我们小姐亲手洗净了，要还给皇孙去。秋翠，你有多嘴？其实是上次皇孙出手相救，便借了这件外衫替我遮挡。何校尉切莫误会才好。啊，哪里？顾小姐何出此言啊？如此，就不耽误顾小姐了。小伟，他们怎么说话总像绕着什么弯子，一拐18弯的。她们是闺阁中的女子，行事做派自然委婉含蓄。哦，好了，别看热闹了。哎，可他们总提到皇孙，可皇孙跟咱们有什么关系？跟他们有什么关系？你怎么知道皇孙跟他们没有关系呢？公子一看就是习射之人，带上他再合适不过了。还不错。小娘子，给你夫君买一个吧。哎，我都帮你修好风车，你是不是应该送我一样东西了？这个阿爷就是嘴硬心软，真好看。何校尉，我有话跟你说。哎呀，有些人就是这么的嘴硬心软。这一大早上出去忙活了，也不让我知道。哦，是吗？哎呀，明明说着不送，最后还是送了。看来送给皇孙护腕之人，一定是皇孙十分重视的。那当然了，只是我觉得，虽然我重视他，但他更重视我。如此，便要恭喜皇孙。哎，你觉得送我护腕的这个人，跟我的爱妾比起来怎么样？皇孙慎言，当初我是为了脱身权宜之计，才出此言诓骗了诸人。可没想到皇孙居然口齿轻薄，公然在我家公子面前辱及我名誉。这么在意你家公子？那是自然。为什么？之前不便为外人知晓，所以一直没有告诉你。其实，我是我们家公子的侍妾，所以还请皇孙慎言，以后莫要在我家公子面前辱及我清白。走了，桃子。小薇，你为什么要跟皇孙说你是公子的侍妾啊？今日的谈判正到要紧处，要想乱了他李皇孙的心神，必须得有一个出其不意的消息才好。啊，乱他心神，你就要这样说，那不是有损你女儿家的清誉吗？你跟公子之间清清白白，明明压根儿就不是什么他的侍妾，这样同外人说自己，以后还要不要嫁人？傻丫头。这世上能娶我的男人，才不介意我这么说了。哎，不对啊！你以前总是说这世上能娶你的男人，只怕还未出生呢，怎么今天忽然就改口了？你终于发现这世上有能娶你的男人了，是不是？快告诉我是谁啊？他是……就不告诉你，快走吧，啰嗦！哎，告诉我嘛，我想知道。
建州守军认服不认人，我们崔家军既然虎符在手，那建州已然是我们的了。那你们倒是拿虎符去呀！别以为老子不知道，你们不就想要韩立吗？凭虎符进城，以韩立相协，如此就能不费一兵一卒拿下建州城。并州城已经是你们的了，靠着韩立有何用处？那你们就把挪寇的军粮通通还给我们镇西去。今日也该有个结果。怕是那位皇孙没有那么好说话。韩立，我要定了。哎呀，公子啊，你的束发松了，我帮你去梳一梳吧。好。石七郎，其实关于崔家军的何校尉，有句话我不知当讲不当讲。不当讲。我们家公子说了，都已经谈了数日，依照昔日盟约，这韩立被镇西军所得，那并州城就归镇西军所有；但这虎符被我们崔家军所得，这建州城就理应归我们崔家军。虎符明明是我们先找到的，你们用计夺了去。还有，并州城明明是我们镇西军所有，你们却抢先入城，抢走粮草。先还了粮草，再说建筑的事儿。事已至此，不如大家心平气和，好好商议一番。哼，说的比唱的好听。什么商议？你们就是想占我们镇西军的便宜。这位勇士，话不能这么说嘛。既然是商议，那吃亏让步，我们崔家军也都是可以的。行，那你们说说，你们打算怎么吃亏啊？皇孙殿下不是想匡扶社稷之将倾，收复东西两都？可以你们镇西军现在的存粮，别说收复东西两都了，怕是连洛水的边儿都摸不着。若是在并州继续耽搁几日，只怕这存粮会越发不够。现在你我二军就建州的问题一直争执不下，但按照规矩，这虎符既然已经被我们崔家军所得，那这建州城就理应归我们崔家军。只不过我们想讨要韩立，图个方便，所以我们家公子刚才说了，我们打算吃点亏，送给你们50车粮草，这样也能助你们早日拔营去往洛阳。以贵军这悍勇，还怕打不下洛阳吗？哼，你这话说的，感觉我们像捡了一个大便宜。50车粮草，区50车粮草，只够我们镇西军1日2食，勉强赶到洛水之畔。那建州与洛阳孰轻孰重，皇孙殿下不会分不清楚吧？自然。那皇孙愿不愿意用韩立来换足足50车粮草？可以。石七郎，石七郎，好，皇孙殿下自然是一诺千金，只要你们把韩立交给我们崔家军，那我们公子也绝对不会食言，粮草一定会按时送到。哎，石七郎，这50车也太少了吧？老包，你们让我静一静。说吧，有什么计谋？什么计谋？你难道不是故意答应那个何校尉以韩立换50车粮草？是不是打算一石三鸟，趁崔家军不备，把粮草和韩立一并拿下，顺带手的再拿下建州？粮草韩立兼得，且拿下建州。嗯，有好法子吗？现在不应该是你胸有成竹、早有预谋的吗？不然你为什么那么轻易就答应那个何校尉这么苛刻的条件？我有一个朋友，啊？我这个友人，他看中了一个姑娘。等镇西军交出韩立之后，让左营带着韩立跟虎符立刻拔营前去收复建州。还是我亲自去一趟吧。不用，眼下有了韩立跟虎符，
建州城必定是手到擒来，反而现在洛阳才是最棘手之处。我猜测李逆拿到粮草之后，一定会直指洛阳，我们一定要抢在他的前面。那你这个友人是咱们镇西军中的人，还是你京中的旧识啊？摇什么头啊？说呀！这个姑娘，她不该喜欢。不该喜欢？哎，她难道喜欢上了醉红楼的清官人？哎，其实也无妨，只要这个清官人品性善良，也无所谓的。不是，那是什么？你说呀！他好不容易看上一个人，可偏偏那姑娘已经是别人的侍妾了。哎呀，石七郎啊，石七郎，我算是明白了，你今日如此反常，是因为这件事儿。什么如此反常？我哪里反常了？我说的是那个友人。行，那咱们今日就说说你这位友人。现在国难当头，他还想着情爱小事，他将此事告知于你，说明他心中耿耿于怀，日后肯定还会去纠缠的。倒也不是。哎，行了，他明知道此人有了夫婿，还暗中觊觎。石青郎，我告诉你，色令智昏也。其实你不用说了，石青郎，我劝你早日和你这个友人一刀两断，否则你不怕近墨者黑，有一天你也喜欢上别人的妾室吗？石七郎，三思啊！啊！哎，今日李皇孙如此失魂落魄，就这么轻易答应了咱们，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。谁知道呢？那我就让陈醒去安排粮草了。哎，等等，我又想到了一个计策。如果到时候他们的人比我们先到洛阳，我们再伏击，然后……皇孙营夜来访，难道是想做梁上君子？你到底是来做什么？我今天来是想还你。还我什么？我来是想向你解释，白天是我误会了，我以为护腕是你送的，言语间多有冒犯，还请见谅。你以为是我送的？是，后面才发现是顾家小姐送的。不过我已经将护腕还给她了。你以为是我送的，所以带着很喜欢。后来却发现是顾家小姐送的，就还给她了。你是想来告诉我这个？倒也不是。我这不是看见月色正好，正适合抢虎符吗？这回你可猜错了，虎符不在我这儿。我知道。你既然知道，还来这干嘛？我这不是……小伟，你睡了吗？我已经准备睡了。哦，那我也去睡了。好，你快去吧。那你早点歇息吧，小伟。知道了。
捂着眼睛干嘛？脸这么红啊？太热了这儿。基业露重风寒，皇孙居然觉得太热了。你刚才为什么要帮我遮掩？深夜擅闯女子卧房，皇孙不嫌瓜田李下，我还嫌。我跟你说个正事，今日你用50车粮草换取建州，明显不公。我知道你们崔家在荆州埋伏着人手，我父王被孙敬扣在荆州，我想借你们人手一用，救出我父王。皇孙真是毫不客气呢。我要是偏偏不答应呢？你要是不答应，那我就……阿莹，你睡了吗？我刚睡下。我有要事要同你商议。好，我来了。公子，公子，是不是哪儿来了军报啊？其实也没有什么要紧事，只是我听桃子说你未用晚膳，所以才过来看看你。不过我见你气色还挺好的，看来是我多虑了。不过下午点心多吃了点儿，晚上就没什么胃口。那你早点睡吧。公子也早点安歇。见过皇孙，不知皇孙相邀，所谓何事？同在这并州城，军事纷扰，还未与公子言谈一二。今日备了份薄酒，想请公子前饮几杯。我素来都不饮酒。在下有事相求，请公子赐个薄面。皇孙有事，就直说吧。之前不知何校尉的身份，若有冒犯，还望见谅。什么身份？他的身份？公子何必明知而故问呢？他不过我军校尉，能有什么身份？公子不必隐瞒，我什么都已经知道了。只要公子答应帮我这个忙，我便会保守这个秘密，绝不会让旁人知道。公子放心，我李世基一言既出，驷马难追。只要公子答应，我便让这个秘密烂在肚子里。你不会是想杀我灭口吧，公子？你们崔家军虽然势大，但我们镇西军也在并州，公子能得手吗？皇孙说笑了，大家都是秦王之士。皇孙说吧，你究竟有何事，需要我们崔家相助？但说无妨。我的父亲梁王被孙敬扣在了荆州，我知道你们崔家在荆州埋伏着好手，只要公子鼎力相助，我就必能救出父王。
公子，校尉问起，才知道您往皇孙这儿来了，应该回去吃药了。哎，我说石七郎，你不说今天要摆鸿门宴吗？怎么这么快就摆完了？你说这个崔公子是个什么样的人？看着斯斯文文，像个公子哥，还真不像个能带兵打仗的人。是啊，他这么一个文静孱弱的人，竟然能从瀛州至此，还打下这么多城池。你说这奇不奇怪？崔乙的儿子应该不会差吧？崔乙那可是当朝的名将啊，以孙敬、裴大将军早先并称国朝三杰。那你说，何校尉是什么样的人？这个我还真看不透。你是知道的，我沙场摸爬滚打10几年，什么样的人我没见过啊？可这样的人我还真没见过。你说她是个女人吧，她却心狠手快，智谋百出。哎呦，我还真琢磨不透啊。所以我总觉得，这个何校尉身份不简单。他说的每一句话，也不知道有几分能信。对了，石七郎，大军已经准备好开拔，咱们并州的布防也准备妥当，什么时候出发呀？越快越好。校尉，我赶去的时候，公子脸色甚是难看。无妨，公子已经把李逆说的话原本都告诉我了。李逆这个傻才，竟然出言讹诈，想一箭双雕，既想诓骗出我真实身份，又想骗公子答应他救出梁王。幸而公子没有上当，不过这个李逆已经开始起义了。幸好你已经劝公子早早开拔，陈兵落水。那这儿的东西我先收拾吧。嗯。校尉，这风车咱们还带走吗？扔了吧。真的扔啦？扔了。哦。洛阳，城坚墙高，易守难攻，而且还有那个福原二，他虽然是番将，但他是孙敬旧部，对孙敬一直忠心耿耿。所以石七郎，攻城是下之策。而且我们的左近还有崔家军虎视眈眈，万一我们攻城失败，将会腹背受敌。洛阳城也并不是没有破绽，孙敬的内弟郑国公，不是在洛阳城督战吗？此人志大才疏，又素来与福原二不和，我看他就是洛阳城最大的破绽。石七郎，洛阳城中派出密使，想见你。请。福公竟孤身至此，果然好胆魄。皇孙过奖了，福某无他，唯胆壮耳。哎，你必是裴县的小儿子吧？想当年我和你爹一起领兵征伐汨罗的时候，你还在吃奶呢。福公10几年前征伐汨罗时，单枪匹马连闯王帐，直取汨罗王首级。李逆当时年幼，只是当故事听听。如今得见真人，方知福公神勇，确如故事一般。老了，不提当年勇，石七郎才是少年英杰啊！前辈面前，怎敢谈英杰二字？请。镇西军和崔家军在并州的事儿，老夫都听说了。这韩立既是皇孙所获，那为何不将建州城也一同获入囊中，反而让崔家占了个大便宜？我们镇西军
不像崔家军这么财大气粗，所以只能拿建州换取粮草，我也是无可奈何。皇孙就不想出口恶气，把那崔家的粮草辎重夺过来？福公怕是忘了，我为何兵临洛阳城下？皇孙想要洛阳，福某心知肚明。只是眼下镇西军缺少粮草，人困马乏，强攻洛阳，不过是突然替崔家军做嫁衣，这顿亏，皇孙还没吃够。这世人皆道福公勇猛无仇，没想到这离间计用的也是如此高明。虽是离间，也是实情。皇孙此刻不出手，难道就放任他崔义势大，一路坐收渔翁之利，终成心腹之患？难道他崔义就比大都督还更好相与啊？福公有话，不妨直说。眼下两军压境，福某深受大都督私恩。以皇孙目前的兵力，若要攻破洛阳城，绝非易事。不若在3日内击溃他崔家军，一旦事成，福某立刻奉上城中半数粮草。镇西军只要绕城而过，福某绝不阻拦。皇孙不妨考虑，明日给我答复不迟。好。老夫先告辞了。哎，我已命人备好了30车粮草，今夜就可送达，作为老夫此行赠礼。福公就不怕我收了粮草之后，转头就攻打洛阳？30车粮草，老夫还送得起。告辞了。还是西域的葡萄酒啊！石七郎，你说这个福元儿，那真的就是老谋深算。这招离间计用的是光明正大，我们连反驳的余地都没有。唉，这福元儿，此等大将，有勇有谋，却只对孙敬忠心耿耿，真可惜。石七郎，你说他刚才说的话，几分真，几分假呀？明早给福元儿回个信，就说我答应了。什么？你答应他要去打崔家军？代替我给崔家军也回个信。你又要干嘛？这不趁着还没有大打出手之前，把该占的便宜连本带利都抢回来。国公，你不能！我是郑国公，你都给我滚开，狗奴才！国公，我要见福元儿。国公，好你个福元儿，目中无人，悖逆狂妄！我回洛阳已然半月，你竟一直称病不见，你什么意思你？我已然得到密报，说前几日你独自一人前往镇西军大营，私会了李逆。说，你是不是背着大都督与李逆有什么勾当？没错，3日前，我确实去了镇西军大营，还见了李逆。好，既然你都招认了，那就快快交出帅印吧！啊，傅老将军，你可是手握着洛阳军政大权，万一和李逆有什么里应外合的话，岂不是对大都督不利？哼，帅印那是大都督亲授，除非大都督亲至，否则我是不会交出帅印的。巧言令色你！我见李逆是想逼迫他去打崔家军，
两军现陈兵洛水，若是联手，这洛阳城就凶险得很呐。最好的法子，就是让李逆去击溃崔家军。那照福老将军这么说的话，你还真有法子让李逆打崔家军不成？嘿，巧了，这李逆刚派人送了信来，说今日魏氏将出击崔家军，郑国公可有幸随老夫一同上城楼，去瞧瞧热闹？福公一见，成君一诺，今日魏氏出击崔家军。你还是在后方略阵吧，哪有主帅当先锋的呀？我若不亲自上场，福元儿怎么会信？再说了，咱们得让崔家军瞧瞧咱们镇西军的实力。以全数而出，杀向崔家军。你俩在这打什么呀？石家庄不是说假打吗？打谁不一样？屁话！你打自己人吧，打崔家军呢？打他们啊！去呀！你往哪踩啊你啊！竟敢踩你爷爷的手！哟，你不是死了吗？诈尸呢？原来你们镇西军都是这种欺软怕硬、只会诈尸的鼠辈。臭小子，看爷爷今天怎么收拾你！原来是你。我可又救了你一次啊！好，那我就还你一次。这些人为何要杀你？这些人虽皆是面生之人，又极力遮掩，但我心中有所猜测。石七郎，没事吧？受伤了？姓崔的，不是说好了假打吗？怎么回事？我看交战到这儿差不多了。走。报。如何？事后来报，镇西军已击溃崔家军，崔公子负伤，
崔家军后撤30里，重新列阵。镇西军虽胜，但损伤惨重。元帅李逆腿部中枪，已被抬回军中。好，副将军，都说这个李逆狡诈，崔家军勇武，我看不过如此嘛。不如让我带兵各个击破，好向大都督报喜。什么？哎，我答应了李逆，只要他击败崔家军，便送他半城粮草，允许他绕洛阳而过。什么？你给他粮草，你还让他绕城而过？你这要造反了你！你懂什么？洛阳乃是东都，地势人心，非同寻常。眼下洛阳城中虽然是兵力粮草充足，但若是崔家军和镇西军联手攻城，亦或是围困洛阳，断绝粮道，岂不是置京都、置大都督于危险之中？我看你就是畏战，巧言令色。哼！我冒险用计离间崔家和镇西两军，如今他们两败俱伤，只怕万一这里边有诈，必得先将他们引离洛阳，而后再筹谋如何将他们分而击尽。疼吧？不疼，就是蹭到了。阿莹，你怎么受伤了？公子，公子，没事儿，我没受伤。没有伤到就好。公子，崔家军的人，有人想杀我。不对，刚才我戴着面具，他们以为我是你。是有人想杀你。那你觉得是何人所为？崔家军中的人，能一直这样不遗余力地针对你我，还能有谁呢？看来这个崔丽隐忍多年，终究是忍不住了。公子放心，我会有办法，让他掀不起风浪来。石七郎，哟，石七郎，今儿叫我来不喝酒了，改喝茶了？以茶代酒，浅饮几杯。哎呀，如此好茶，得多饮几杯。不对呀，你今天怎么那么开心啊？有喜事儿？哎呀，你算是说到点子上了。我那个朋友呢，原来他喜欢的姑娘，不是人家小妾。哎呀，石七郎，你的朋友还没把这件事情放下呢。大丈夫拿得起放得下，我以为他们早就断了呢。哎，你不懂。行，我不懂啊，但是明眼人都看出来了，那个何校尉和崔公子来往密切，就算不是他的妾室，这两个人必定有私情。石七郎，我们和崔家军虽然同是秦王之师，但是这个崔家是肯定有异心的，将来会成为国朝之患的。你什么时候知道的？哼，什么时候知道的？长眼睛的人都能看出来，你喜欢那个何校尉，是不是？有这么明显吗？那下回我收敛一点。你干嘛去啊？小伟，吃饭啦！吃饭啦！桃子，帮我把最毒的毒药拿来，沾唇即死的那种。你要毒药做什么？去拿来就是了。哦，行，我这就去。毒药。
哎呀，最毒的毒药。怎么，何校尉知道我来了，想杀我灭口啊？皇孙受了伤，不在营中休养，到我这来做什么？哎呀，以前都是你替你们家公子上阵杀敌的吧？当然不是了，今日公子身体不适，我才替他上阵。哦，我都已经知道了。知道什么？我知道了你的身份。知道我什么身份？我知道你的身份其实是……我知道你其实压根就不是崔公子的小妾。我就不是，那又如何？哼，你这个满口谎言的小骗子！啊，跟你商量个事啊，如果我抓到郑国公，洛阳就归我，如何？那不行，即便你能抓到郑国公，除非你们镇西军不需要我们崔家军相助就能攻下洛阳，否则洛阳不能归你。校尉，毒药拿来了，咱们是要去给镇西军下毒吗？回头再跟你聊聊这件事。校尉，这李皇孙怎么来了？他跟你说什么了？怎么还有以后再说？你以前有什么事情都不瞒着我，现在都不告诉我了。这毒药还用吗？崔家军大败，后退30里。昨日一战，不负福公所望。这仗打得漂亮，不愧是你阿爷的好儿子。福公过誉了。昨日一战，皇孙受伤，今日不能前来，特意叮嘱我，谢过福公的粮草。福某说话算话，答应给他的粮草，就一定会给他的。那就谢过福公了。转告李逆，让他好自为之吧。是。潮儿，你陪桃子姑娘去找医书。是。桃子姑娘，东都之壮阔，唯登高可见。俯视洛阳川，茫茫走胡兵。流血屠野草，豺狼尽灌婴。皇孙借太白的事，是在暗讽何人？我只是忽生感慨，穷极壮丽的东都，如今亦卷入战火，虽无宁日，不知何时能现。皇孙自起兵以来，便知道，这烽火连天，白骨万千，只有以战止战，方才可天下太平。我只希望能够早日收回这半壁河山，还天下百姓一个安宁。我也希望。那日你跟我说，想借我崔家军在京中的人，帮你救出梁王，不是不行。
但你得先赢了我。听你这口气，又想出什么花招？那皇孙愿不愿意跟我来赌一把？知道皇孙谨慎，那赌注就由我来说吧。如果我赢了，你要让我借到望州；如果你赢了，那我崔家军便帮你救出梁王。听上去倒是挺公平的，怎么赌？怎么赌？其实很简单，你闭上眼睛，我从1数到10，在数到10之前，如果你忍不住睁开了眼睛，那你便输了。你不会又想趁我闭上眼睛一针刺晕我吧？放心，我绝对不会做任何伤害你的事情。如何？赌。不过呢，我要自己来数数。就算你一针刺过来，我也绝不正面。好，那你闭上眼睛，自己数数吧。1、2、3。